好，我们这个4尺的纸，4尺对开的这个调频，因为纸比较长，你们如果找不到这第一朵花往哪里画，你们还是一样的，把这个纸这样子对折一下，纸这样子对折一下，这样子就好知道这个中线。今天这个底色我觉得调的有点深了，这个三青加太多了，我们再加一点太白。中下方再下一点哈，刚刚那个构图那里已经就这里是中间，看到没有？这个地方这里是中间，那么我们2朵花都是在中下，第一朵在这里，第二朵也在这个中间，这个是中线啊，看到没？这个是中线，第二朵花在这里，第一朵花在这里。好，再加一点太白进来，把它调淡一点哈，不要那么蓝，太蓝了。再加点水，不要调的太干了，太干了可能就画不动了。加3绿也可以，加3青也可以，你想要什么样的颜色的效果，这个是你想要，看你想要什么颜色。我现在加3青，你可以不加3青，你可以加3绿，你也可以加紫色，你也可以加红色，都可以。好，我们首先画这个花的这个中间的第2层。来，我们先把这个牡丹红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2的地方，薄薄的一层啊，薄薄的一层，千万不要太多了。我们可以试一下啊，在这个纸上试一下这个颜色，薄薄的一层，水分不要太大。特别是我们的初学者，这个如果说你调色的时候，这里掉了一盘子水，那可能水分就太多了。你这里会准备一个废纸哈，准备一个纸，你随时把这个多的颜色这样子画掉。明白吗？随时把这个多的颜色画掉，不要让太多水分。它的水分，我们的特别是初学者很容易掌控不好这个水分，所以大家要控好水分。就是你调色的时候，盘子不要掉太多水，就是这个水分就合适。好，我们这朵花从这里开始画啊。先开始画一个花瓣。来，我们画一个花瓣之后，我们这个笔尖基本上就要补充一点颜色，因为笔尖一定要有深色在啊。我教大家画画都是自由的，没有说一定按照我一模一样，包括是调色上你们可以创新啊，就是你觉得什么颜色好看，你都可以画什么颜色，就是你们不用说一定要按照我一模一样的颜色去画。好，这种碎花瓣，各种各样的碎花瓣、小花瓣，颜色一定要调匀。我有的时候我自己画的时候都会有颜色调不匀的情况，所以我们的新朋友颜色调不匀，这个是很正常的，而且你们要克服这个问题，只有慢慢多练，把这个颜色调久一点，自然就调得好。有的时候我自己都会调的不匀，所以调不匀也很正常啊。我们说的是各种各样的花瓣去组合，各种各样的小碎瓣去组合。我现在画它的水分稍微的有一点点大，就是你们要稍微的这个水分控制好这个水分，不要让水分太大了，水分太大了，特别是我们的新的朋友很容易控制不好这个水分。稍微补充一点颜色，画一下我们就要补充一点颜色了。
都是各种各样的碎花瓣的组合啊，碎花瓣。笔尖现在我们越到外围，这个花瓣它的颜色是越来越浅，中间这里还是稍微深一点，然后越到外围，这个花瓣是越来越浅了。把这个花瓣给破一下，不让它太圆。让这个花瓣有一些比较长一点的这种。笔上现在已经干了，我们要蘸一点底色，用这个笔肚去蘸一点底色。好，来调一点点颜色，补充一点点颜色。补充一点点颜色之后，补充这个花瓣。这个花瓣还是一样的大小的这种碎花瓣，各种各样的小花瓣、小碎瓣去组合。你要一笔一笔的画，有这种笔触感。它这种笔触感就能够让大家看的是，而不是一笔随便画出来的，它有这种笔触感，能够看得出来的。虽然说颜色相差的很少，但是可以看出这种笔触感。那这里可以来一个大一点的花瓣，大的旁边又有一些小的。越到外围，这个颜色是越来越浅啊，越到外围这个颜色越来越浅，基本上没有什么颜色，只有一点点。其实这种花你要画起来它特别快。现在没有底色了，我们再加一点，笔上再加一点底色，用这个笔肚去蘸一点这个底色。稍微把这个牡丹红调一点到这个笔肚上就可以了，一点点，不要太多了，一点点颜色就可以了，因为有一点点颜色的这种感觉就行了。这个就是画我们的第一层的这个花瓣，明白吗？第一层的花瓣刚刚示范的时候就是这么画，就是这么去点它，一笔大一笔小的。这个笔法要有大小，颜色要有稍微有一点点这种深浅变化，能看出一点点这种深浅的这种感觉，看到没有？一点点纹路就可以了，不用太明显了，只要一点点这种纹路就可以了。就这么去点它就可以了，这个点出这种虚的花瓣。好，我们现在笔肚上又没有底色了，然后我们又用这个笔肚去蘸一下，轻轻的蘸一下，不要一下蘸太多哈，一下蘸太多你这个水分又会大了。好，我们把这个颜色稍微的薄薄的调一层在这个笔肚里面，让笔肚里面有一点点这个颜色。好，继续来这种大花瓣，这种碎花瓣啊，不是大花瓣。这个我们现在画的是这朵花的这个第一层的这个都是一些浅色的碎花瓣，非常浅，我们直接这么去点它就可以出来这个花瓣，直接去点它就可以。笔尖只需要蘸一丁点颜色就可以了，千万不要蘸太多了。好，这个花瓣让它
伸出来，跳出来。好，我们第一层基本上就画这么多，就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再画，我们基本上现在就要画我们的这个第3层的这个大花瓣了。那画大花瓣的时候，我们要让它颜色有所区别，不能跟这个第1层和第2层的颜色是一样的。如果是一样的，那么它肯定就是太平了。你看整朵花它是一个平面的，我们不要它是平面，我们要让它有层次感。好，我们倒一点回来，倒一点这边来，把这个底色倒一点在这边来，然后我们在里面这个底色里面再加一点这个胭脂进来。加一点胭脂进来，把这个底色再调深一点，为了让这个第3层的颜色和这个第1层和第2层有区别。我们这朵花为什么能够画出这种整朵花，你看上去它是很灵动的这种感觉，主要是颜色上，主要就是这个调色上，调色非常重要。所以大家就是你们在画画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看我每一幅作品里面的调色方案。来看一下这个颜色。可以再深一点哈，可以稍微的再深一点，我们再加一点这个，再加一丁点这个3青，然后再加一点这个胭脂，来把它调深一点，调成这种灰灰的这种感觉，有点灰的这种感觉，因为这个每一朵牡丹花，它最开始它是花苞的时候，这个最下面一层它就在那个花苞的最外面一层，所以它到最后这些整朵花开放了之后，它那个最外面一层它是比较就是已经开了很久，所以它有一点旧了，所以它的颜色会有一点变化。而且在这个阳光的照射下，它是在最下面一层，它也是比较暗的，这2种情况都会影响它是比较暗的。为什么你去看这个牡丹拍出来照，它有这种非常你要去仔细的去观察它的这个花，就是有这个颜色会有这个3个层次的变化。当然你只是这样一看的话，你可能看不出来，就觉得哎就是这个颜色，但是你要仔细去分析。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写生，为什么我每次就是在直播间拿个这个真花来去写生，这个就是锻炼大家的这种能力，这种观察和这种对物象的这种解读的这种能力。好，水分多了你就沾掉一点，不要太多水分了，它的水分特别我们的新朋友容易掌握不好。颜色还是调的很少，我们基本上这朵花都是用这个底色来画。好，这里来画一个刚刚我们给大家示范的一个大的一个侧面的花瓣。好，一个大的侧瓣。我们最下面这一层的花瓣一样的是有这种侧面有些它会翻转过来这种感觉的花瓣。来继续调颜色，补充颜色。那这里再来一个侧面的花瓣啊，带一点点这种弯度，再伸出来一点，让它有这种有一点点这个姿态，不要画的太直了。好，我们这个底色没有了，我们再稍微的沾一点点底色，轻轻的沾一下就可以了，千万不要沾重了啊，不要沾多了。来沾一丁点，笔尖沾一丁点，你水分多了，你就在这个纸上画掉一下。所以说旁边要准备一个废纸啊，准备一个废纸，就是你的笔上的水分多了，你就把它蘸掉一点点。好，这里再来画一个大的这种侧面的花瓣。
它这个花会比较长得就是比较张扬一点点。好，我们来再补充里面的这个花瓣，是大的就补大的，小的就补小的啊。那这边我们把这边的这个花瓣把它画满它。好，我们来这里补充一个花瓣，这个有一个反瓣，那我们在这里补充一个正瓣啊。笔尖要有一点点深色。好，这个正瓣稍微的有一点点这个齐了，我们再加一点，让它是。好，我们再补充一点颜色。来，笔肚上干了，我们再加一点点水分，不是水分啊，加一点点底色，补充一点点底色，轻轻的蘸一下就可以了，千万不要蘸太多了。然后稍微的蘸一点颜色，蘸一丁点颜色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有的时候这个胭脂可以多蘸一点，到下面这个花瓣的时候，胭脂可以稍微的多一点点。当然颜色一定要调匀，你不能把胭脂只在笔尖上，还是要它有这个均匀的这种过渡色。还是一样的，要由深到浅的这种过渡。好，这里来这个反瓣里面再补充一个正瓣。补充之后，有的地方我们可以回一下笔，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哪里需要补充花瓣。那这边肯定是要有一个大花瓣了，要有一个特大的一个花瓣。来，我们笔肚上再蘸一点底色。那颜色一定要调匀啊，颜色调匀，画出这个花瓣才会滋润，才会好看。好，我们这里来一个大花瓣，这个很大的一个花瓣啊。那这样子拖过来，让这个花瓣有一些姿态。那你这里，如果你画这个花瓣，觉得这里3个太类似了，太类似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改一下啊，就不要让它这个花瓣太类似了。待会儿我们去把它改一下。好，这样子我们可以回一下笔，笔尖回笔了，不能太深了。我现在回笔都太深了一点哈，刚刚这一笔已经太深了，不要太深了去回笔。还有，我们再继续来看一下这一边怎么加花瓣。来蘸一点底色，蘸一点底色，笔尖蘸一点胭脂，蘸一点胭脂。
这里来一个比较深一点点的花瓣，沾一点点胭脂。在笔尖要有深色的啊，要有深色。这里是来一个大一点的花瓣。来回一下笔。这边我们再来加一个花瓣。稍微沾一丁点颜色就可以了，沾一丁点胭脂就可以了。好，我们再来调整，看一下这整朵花哪里需要调整。首先，我们把这个中间最深的地方，我们用这个牡丹红和胭脂把它填一下。深的地方，最深的地方让它最深，胭脂多一点哈，让深的地方最后就是调整的时候就让深的地方更深，这样子这个层次感才会出来。胭脂主要是用胭脂。主要是用胭脂。把最深的地方用这个胭脂再来提一下。让深的地方更深一点。好，基本上看一下哪里还需要提一下。让这个颜色的层次把它提出来。好，基本上看一下外形，再看一下外形，外形有没有哪里需要调整？外形要调整，我们直接把笔洗一下，蘸这个深色的底色，蘸这个深色的底色，然后去调整它的外形。好，把这里调出来一点。把这个深色底色，你这个花瓣上有的地方可以扫一点点。好，这朵花基本上这样子完成，这朵花就可以了。这朵花好不好看？好，我们再来画第二朵啊，再画一朵，再画一朵，画的这个位置，画一朵这个黄绿色，一朵黄绿色。
好，我们来调第二朵花的颜色。第二朵花本来是底色是这个太白加3绿啊，那这个3青的这个底色还没有用完。那我们直接在这里面加一点3绿进来，加一点点3绿，因为这个里面是太白没有用完。本来我这一幅画这一朵花只用这个太白加这个3绿的，但是这个有一点没用完，我们还可以接着用，没关系啊。就是我们说的颜色一定要自由，没有一个固定的说一定要用什么底色，一定要用什么，没有的哈。这个是好，来调好之后，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然后我们再来一个盘子，记住我们今天说的那朵花用的什么颜色？藤黄是吧？藤黄加3绿。来，藤黄，画，对，说的没错，画无定法，没有固定的。3绿，然后赭石。好，我把这个藤黄和3绿把它调和，这个3绿还是多了一点，藤黄少了一点，我们要再来一点啊，也差不多，也差不多，再来一点藤黄，让它黄一点，这朵花黄绿色。好，我们再来画第二朵。第二朵是这个正面的花，正面朝我们的。这朵花就是很早的时候就画过这一朵花，就是好像是去年什么时候画过这样差不多的这种花。然后我们调色的时候，首先把这个黄绿色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2的地方。这个黄绿色看到没有？你可以笔上的水分多了，你可以蘸掉一点点水分，不要太多水分。黄绿色你可以调多一点，你就颜色深一点；调少一点，颜色就浅一点。这个就是看你啊，看你自己。你想要这朵花是深一点吗？那你就深一点。你想要这朵花吗？浅一点哦，那就浅一点点。好，调好颜色要均匀的晕上来哈，调上来，然后笔尖调一点这个赭石。你看我现在水分多了，你去旁边就这样子蘸掉一点，旁边准备一个废纸，把多余的颜色给蘸掉一点点，然后再调这个赭石。好，我们可以开始画了。心，我们这朵花的心画在这个位置啊，心在这个地方。我们画这个花的时候，画这个正面的花，我们可以画几个这个花瓣，它是这个这个挡住这个花心的这种感觉。来，笔尖补充一点颜色，再补充一点颜色。有一个花瓣它到花心里面去了。好，加点赭石。
那我们先把所有的这种反瓣都画出来。这朵花它就是一个正反瓣的组合，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大小的这种反瓣。我们先把所有的反瓣都画了。你想它从什么方向，就是自由的，你的笔是自由的。你想它这个花瓣朝哪个方向长都可以，因为在自然界它的花瓣就是这么自由的，它没有一个定数说一定要怎么长。而且我们画画也是一样，手要自由，心要自由。我一直强调的是这个自由，自由的画啊。我们是教你怎么画，而不是教你怎么样按照我的一笔一画的去磨，不是教你们磨，是教你们画，教你们画，不是教你们磨。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就是我们为什么每次都要在直播间拿这个真花去写生，每次我们这些画都是真花写生出来的哈。那这个花心的话，看一下这个花心在哪里，花心多大？那我们把这个花心就大概的标一下这个花心的位置，这样子你们就看得更明白了。就是我围绕这个花心，把四周去展开这个花朵，展开这个花瓣啊。有一些很小很小，当然颜色一定要调匀。你看这个笔尖的颜色一定要调匀哈。颜色调匀才是你画好这一朵花的这个最关键的这种点。笔尖不停的补充，这个画这个小反瓣的时候要有大有小有变化。好，这个花瓣现在画的所有都是这个反瓣，它是有大有小。各种朝向，还想它再黄一点，觉得还不够黄，太绿了一点点，再来一点点黄色。笔上有点干，我们蘸一点底色啊，来笔肚里面蘸一点底色。是啊，太绿了，就是太绿了，所以我们再调淡一点，调黄一点啊。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花瓣可以正一点，太绿一点也没有事情。就是花的话，它没有定数，不一定说一定要很黄，或者是很绿，或者是很怎样，就是黄一点也可以，绿一点也可以。那把所有的这种反瓣都画好了，可以一边黄一点，一边绿一点也可以。你看这一笔我们颜色就没有调匀，颜色没有调匀，你画出来这个花瓣它就是不一样。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颜色一定要调匀啊。好，笔肚里面再蘸一点底色，蘸完底色之后，先调一点这个藤黄，再调一点这种绿色。我们让这边的花瓣的颜色跟那边的花瓣稍微有一点点微差。这个花瓣要有大有小，
好，这个反半我们基本上就画这么多，然后我们去补充里面的正半。补充正半的时候，我们颜色可以调多一点。哎呀，这个笔又干了，干了我们加一点水啊，加一点这个底色。干了我们加一点底色。好，我们补充里面的这个正半，还是一样，从这个缺口2个反半中间这个缺口这里去补充这个正半，颜色调的特别黄，有点水分太大了一点点。水分大了也没有关系啊，就是我们水分大了就按水分大的去画。我们要加一点胭脂啊，加一点点胭脂，让这样子深的地方才能够更深起来。好，我们去补充所有的正半。来调一丁点胭脂进来，把这个所有的反半里面去补充这个正半。这里我们可以补充一个大的花瓣啊，补充一个大的花瓣。调颜色，几种颜色混合起来调。好，这个笔肚没有底色了，我们再用这个笔肚沾一点底色，用笔肚沾一点底色，然后调一点点藤黄，调一点点这个绿色的，调一点赭石，这些颜色都均匀的调在笔肚上。
好，补充里面的这个正半，有一些比较碎花瓣，我们不需要说把每个地方画得清清楚楚。然后我们蘸一点底色啊，轻轻的蘸一下就可以了。这个比较虚，越到外边越来越虚的花瓣，我们就直接这么去点它就可以了。稍微笔尖蘸一丁点颜色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最后就是调整这个花型了，拿高一点，我们看一下这个花型哪里需要调整。来，我们再调整这个花型。有一些小碎瓣，有一些大的，比较潇洒、比较随意的去画，不要太拘束。把这个缝隙里面这个花两朵花要有这个前后的这种关系。这朵粉色的花它是在前面的。好，我们最后再调整一下外形。最后用这个深色的底色，用这个深色底色扫一下。用这个深色底色扫一下。好，我们把这个深色底色往外围扫一圈，让它有点这种透的这种感觉。
好，我们再把这个花心的地方把它画上。不是这个，还有一些深的地方，让它更深的地方，我们要把它补充一下。好，我们这个花心用最深的颜色把它填满。